带抓事件真相，掌握政局变化。观众朋友您好，欢迎加入今天的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谭英文。好，节目一开始我们还是带大家来关注到国际的最新讯息哦，也就是美伊之间的状况。那当然有人说啊，这看起来不是谈拢了吗？但是哦，这战争还是持续的在发烧当中。好，尤其美军又在轰伊朗哦，因为他们报复 MQ-1 的无人机遭到击落。那现在在科威特这边的防空系统也启动了，我们看到军方说他们正在启动的是防空系统来拦截飞弹跟无人机。不过科威特当局并未提供关于飞弹跟无人机的来源的详细资讯，那也没有说明是否有任何这个损失或是人员的伤亡。所以你可以看到相关科威特当时的这个防空系统启动的画面也曝光了哦。好，那现在伊朗也有出手哦，他们是有轰炸伊拉克库德族反对派的基地，所以可以看到现在在中东的局势啊又变得更复杂了。那伊朗也有4大红线哦，说踩中了川普所有的雷点，所以这个和谈哦目前是卡关的。好，我们就来看伊朗的国安会主席阿齐兹哦，他说伊朗绝对不会因为川普的言辞就从自身的红线后退。那这些红线呢，他也特别讲出来，就包含提炼浓缩铀的权利、拥有浓缩铀、对荷姆兹海峡的控制权，还有解除制裁。好，那川普现在当然说我要提出一个更强硬的条款哦。那伊朗已经做好谈判破裂的准备了。你可以看到美国的媒体这个就说川普已经将一份用词比较强硬的协议新框架发回给德黑兰考虑，大约3天。那目前还不清楚这新框架的具体细节。但是伊朗的国会议长卡利巴夫说，他不相信敌人的发言跟承诺，说唯一的标准就是先达成具体实际的结果，然后才回报以履行他们的承诺。那他也说他确信伊朗人民的权益在获得保障之前，他不会批准任何的协议。好，那当然今天有一个重磅消息就是伊朗的总统裴泽斯基安传出请辞了。好，那这件消息在今天台湾时间的早上6、7点吧，很多的媒体都在报道。好，那他在信中强调说，总统跟内阁遭到排除在国家重大决策程序之外，使得革命卫队内部的强硬派得以控制事务，以无法在这种情况下治理政府跟履行法律的职责。不过后来呢，我们看到德黑兰的官方出面驳斥了这样消息。好，伊朗的总统府的高层官员说，这个伊朗总统辞职的消息纯属是谣言。那这类报道就是在某些外国媒体散播错误的资讯，目的呢就在制造混乱，还有误导外界对伊朗政局的认知。好，那现在你可以看到《华尔街日报》也特别有讲到说其实阿联隐秘参战，曾经数十次的空袭伊朗。华尔街日报说中东战事初期到4月上旬停火的隔天，其实阿联曾经向伊朗进行数十次的空袭。那这些空袭是在美国跟以色列合作之下展开的。好，美以两国都提供了情报支援。好，不知道观众朋友记不记得之前也曾经有过媒体报道说纳坦雅胡密访阿联当时阿联的外交部是跳脚说没有这回事情。但是现在美国媒体又爆料了。好，那看起来确实有类似的事件。好，那美国要从中东基地来撤军吗？现在赫格塞斯有最新回应，我们也来听听看。Has mentioned in congressional testimony recently that when we're talking about funding, supplemental funding from the Iran war for base reconstruction and repair, that it would depend on force structure and needs and what that looks like. Is there consideration or discussion about permanently moving U.S. forces out of some of those bases that were hit during the war and not repairing them? This will all be President Trump's decision, depending on what direction we want to go. We feel good about the partnerships we've had in the region. Those decisions will be made given the outcome. I mean, right now we're focused on being postured and prepared to re-engage if we have to. 当然你可以看到，他就讲说川普会做任何决定，他现在把很多的决定权都放回到川普这边让川普自己讲。好，那当然波斯湾上演了昂贵互殴因为美军基地被炸，无人机沦为废铁，说川普这场划得来的生意代价好大大家就帮他算了一下，像 MQ-9 MQ-1 无人机沦为废铁，同时美军又真金白银的往商船上来发射导弹。
那赫格塞斯就说啊，川普总统认为啊，跟伊朗达成的任何交易都是划得来的哦，而且川普很有耐心。好，那川普有耐心，国内的民众有耐心吗？国际的其他国家有耐心吗？哦，这当然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那现在最大的问题哦，是不是又回到了赫姆兹海峡？因为原本大家认为赫姆兹海峡的开放可能有一些眉目了，但好像又回到了原点哈。因为美军现在继续封锁伊朗，迫使118艘的船只改道哦，这是美国中央司令部啊，还有特别讲说，还使5艘船只失去了行动能力，累计影响123艘的船只。那美军啊，则是悄悄引导了70艘的商船哦，通行赫姆兹，他们是关闭了应答器来躲追踪。那以及中东冲突余波荡漾，现在赫姆兹海峡没有一个替代的航道。CNBC 的报道说啊，其实美国对伊朗开火之后，全球的石油市场就恐怕难以回到在战前前的这个正常水准。那船东开始重新评估通行安全跟突发军事冲突的可能性，但是赫姆兹海峡几乎是没有替代航道的，所以这对全球的能源供应当然是更敏感。好，我必须说，亚洲国家就是深受其害哦。所以如果接下来还是没有达成赫姆兹海峡的一些自由的航行哦，那当然我们还是会受到蛮大影响的。好，那美伊冲突推升能源成本，美国的家庭平均哦多支出是$450，好，大概新台币是14500元左右，在汽车还有其他的能源费用上面。那高盛则说啊，有更高的能源价格哦，将会在2026年余下时间侵蚀消费者的消费能力，尤其对低收入的家庭冲击最大。好，所以现在不是都说吗 ？K 型经济哦，就好的人非常好哦，差的人就非常差，会跌入到深渊里头。那这是大家想看见的吗？哦，所以看到国际局势哦，常常会觉得其实蛮难过的，但是好像我们也束手无策。好，那当然我们还要持续关注到美伊现在的状况哦。其实已经有点看不太懂，我们就问赖老师。我觉得双方都陷入了僵局啊，因为川普一定要伊朗屈服，伊朗是绝对不屈服。如果说啊，今天川普接受奥巴马时代的那样的一个协议，也就是说用浓缩铀来交换啊，解除对伊朗的制裁，那就跟奥巴马时代一模一样的，甚至比奥巴马时代的条件更差。庞培奥已经站出来说，你这个已经比奥巴马还要差了，所以对庞培奥反而把局搅坏了。为什么说庞培奥把局搅坏了？本来川普是想说大家都算了，都不讲话，就这样过了。但是庞培奥把他整个拆穿了以后，其实我看庞培奥把这个川普陷入了僵局，川普就不能够比庞培奥还要差，比奥巴马时代还差。那川普怎么办？川普就在加码的时候，伊朗当然就觉得说你出尔反尔，你变来变去，那这个还有什么好谈的？你加码我就加码，所以彼此之间就硬刚在那个地方。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啊，很多的时候政治就常常自己就把自己就卷入了，卷入成为硬刚的时候，请问这个对庞培奥你有没有好处？没有嘛？对美国没有好处？没有。为什么？因为你刚刚已经讲了，美国的消费者的家庭要为能源的上涨支出一直在增加了。现在大家预估，即使战争结束了，能源价格也不容易跌落。为什么？因为有很多国家它的战备储油已经一直在释出了，它迟早要把它的战备储油回补，回补就是它买的一定会增加，它买的一定会增加。如果供应量不增加的话，油价还是会上涨。现在连美联储都已经开始不是考虑降息的问题，美联储都已经放出讯息，开始在严肃的考虑升息的问题。而这个美联储的这个新的领导人是川普所提名的，那换言之，也就是说，他也不得不基于现实科学的数据，告诉你说我要升息了。一旦升息，对于股市来讲，对于川普的这个政府的债务危机都会开始亮红灯。日本的债务危机也快出问题了，国债的殖利率已经在飙升了，美国现在的国债的殖利率也在飙升，那等于是美日两国都有可能政府陷入整个债信危机。那你想，这个全世界其实是动荡不安的，可是动荡不安还是僵在那个地方，主要原因还是在哪里？还是在于你川普错误的发动这场战争，但是你又无法解决这个战争，你又不愿意
认赔杀出，也就是说，好了，那就按照你伊朗的要求，也就是我们原本谈好的，双方都解除封锁，然后浓缩铀的问题交给第三方，然后我对你的制裁也就一个一个解除了，我对你的冻结的资金也就都解除了。本来已经谈到这里了嘛，谈到这里就顺序再谈下去就好。结果川普又翻脸，这一翻脸，川普又把自己僵住了。那伊朗当然不可能示弱嘛，那就双方又僵住了。我们一般人呢，我们只能一直看着他们两个在那边，其实就是看着，其实就是看着川普在耍了。因为伊朗一直没有改变，而是川普一直不断的颠三倒四的改。我觉得这个不是好事情，但是问题就在于大家也无可奈何。问题就在于川普还能熬多久？有人说，川普事实上是有一个塔口线，那个塔口线就是殖利率破了4点多以后，川普就会退回来啊。有人一直判断认为川普有个塔口线。好，那赫格塞斯他被问到的并不是说现在美军驻守在中东的这5、6万大军是不是要撤，不是，是说战争结束以后你要不要回去被攻击、被摧毁的那些军事基地，还是整个。也就是说，你如果不修复，就代表你不回去了。那如果你要回去，就代表你要修复。所以这个部分里面是被问到的是战争结束后的事。可是问题是，现在的5、6万的大军屯在那个地方，不走也不打。坦白说，这个对于美国来说，对于美国的军人来说，对美国的军事的指挥官，他们其实是陷入困局。为什么？因为军队一直不打仗，困在那个地方。军纪、纪律、士气迟早会出问题，是会相当的涣散呐。好，亮哥怎么看？我觉得川普卡到共和党的2种选民啊，一个是中低收入的，他们在乎通货膨胀嘛，东西太贵啊。我觉得民主党会打这一题了，就是东西太贵啊。那也卡到共和党一些比较保守的、右翼的，他们会觉得。你不能对伊朗让太多了所以川普想要现在就走，可是人家会拿他跟奥巴马2015年来比啊。奥巴马没有发动战争，浓缩铀浓度只有3.67，赫姆塞尔峡也没有被封。川普在2018年退出伊核协议，理由是奥巴马那个协议是错的啊。因为他不能够防止伊朗发展核武，结果事与愿违啊！美国退出伊核协议之后，伊朗发展核武的速度真快啊！核浓缩从3.67现在变成60%啊！没错。所以伊朗川普无论如何，一定要把伊朗有关核武的部分，一定要拉到比奥巴马他说得过去的一个逻辑啊！那就是至少你伊朗要说出来说我不发展核武，要变0就对了。不是3.67可以，可是你要说你不发展核武。OK。坦白讲，当年他也这样讲。坦白讲，这种话都会讲了。可是会不会做，我非常怀疑啦。那这里就卡住了嘛，因为革命卫队不愿意承诺嘛，他就说我承诺，那我旁边那些国家以色列呢？以色列有核武那川普现在在做什么？川普现在是在跟以色列做切割，他在避免真的到了最末谈判的时候，以色列成为变数。其实川普已经做到在切割以色列了。那个纳坦雅胡他们最近都在抱怨说美伊谈判的进度、实际状况他们都不知道，美国都不告诉以色列。事实上，我觉得就已经有个默契了啦，说未来如果是中美2谈也不会邀请你过来。是那就是想要有个结束嘛。可他现在真的卡到了，不结束通膨下不去。那要想要快点结束呢，又怕得罪共和党右翼，这些都有一定的票了。那你怎么办呢？现在就是这样子。所以他自己也被拉扯到2半都不是人嘛。谁叫你要退出？伊核协议就你退出的。还有谁叫你要打这场战争？对，对不对？顺风委员怎么看？这场战争搞到现在，这几个字可以形容，停不了，战不下去。是，这两边都一样，停也停不了，战也战不下去。
它比俄乌战争更可怕，因为俄乌战争基本上是一个地缘政治而已，可是这个是牵涉到整个的东南亚国家的，整个亚洲国家的这个能源的供给，尤其呢台日韩这3个国家影响受伤甚重啊。只是大家现在还在撑，因为选票的压力嘛。那这是讲战的部分，那讲停的部分呢？那我们看双方的策略到现在为止还是没有改变，美国依然是采取了这个川普啊引以为荣的极限施压，还在压你。那他的重点是要让你怕的问题，经过这一段下来的结果，伊朗好像也没有什么好怕的了。那再过来呢？这个伊朗仍然采取巴扎式的谈判法，就是让你烦到你受不了啊！算，就50块，就50块了，赶快成交，他让你烦。可是显然呢，川普的个性不是在这个时候展现，所以呢，这边要僵持，双方僵持多久呢？我要来看你另外一个角度给大家搞，穿布鞋跟穿草鞋的，美国呢是穿皮鞋的，然后呢，伊朗是穿草鞋的。那打仗啊，这很好玩，两边都是穿皮鞋的，打不久。为什么？因为双方都现代化的国家，经不起打仗的摧残。那怕的是一个现代化的国家，那一个呢，并没有那么样的现代化。就伊朗来讲，它的都会跟乡村的分布人口你来看，因为最近是这个呢，美伊战争，我们多多的关注来看，伊朗经得起你空袭的这个承受点，或者因为它的国土大。然后呢，农村人口比例不好，可是美国呢，虽然本土没有遭到威胁，可是那个很痛苦的物价，很痛苦的这个通货膨胀，其中最感受到的就是油价。在美国不开车，这等于没有脚一样，可是每天开车，每个礼拜开车，每个礼拜加油，那个数字在增加，那个压力大得不得了了。尤其他们都是一个呢，每个月在看账单的国家啊。那个压力是很可怕的，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到底能够打下去，会打到多久呢？那事实上就是我们讲的，是停不了也站不了。所以传出来的那个消息说伊朗的总统请辞啊，我这里应该打一个赌，我认为这是谣言、假消息，比真消息啊来的更多。为什么？因为现在伊朗不是处于绝对的劣势，处于绝对的劣势可能会出现，现在它还处于在支撑的过程里，所以应该的这个还是不会的。那至于阿联酋啊这个问题啊，可能是蛮严肃的。过去呢总是传闻，现在是证实了。5月份的时候是证实，阿联酋的部分是参与了美伊共同的去攻击这一个伊朗，这个事实大概已经是肯定了。也因此，阿联酋跟沙烏地之间的冲突也蛮大的，大到前一阵我们看到了这个阿联酋呢。退出了 OPEC， 那在金砖会议的时候，伊朗是公开的谴责阿联酋的，在金砖会议上，所以等等这些看起来，阿联酋的扯进去之后啊，整个的中东这些王爷们呢，将来的一个战略地缘关系的布局，又是未来在中东留下一个很麻烦的后遗症啊。对，那川普呢，我可以讲，川普没有能力解决这些问题，我们的苦日子还有得等。对，我相信哦，这个复杂的问题哦，一定会持续的下去哦。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我们看回到亚洲这边，最近在南海附近哦有一些骚乱。好，所以我们也看到了说，包含解放军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区域战备警巡哦，说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好，这个是中共的南部战区哦，特别说5月份以来，战区部队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周边海空域巡逻警戒，有力有效的来应对各类的侵权挑衅行径。坚决捍卫国家的主权安全，还有坚定的维护南海地区的和平稳定。那目前也看到了052D 型的驱逐舰新建的画面，哇，也曝光了哈。好，我们看到这个是海军同川舰舷号177，是中国自主研究设计的052D 型的导弹驱逐舰。同川舰入列以来，较好完成了各项演习演训的
任务哦，所以公开亮相的画面曝光。好，那现在在南海问题上面哦，说为何言行不一呢？香格里拉对话上面哦，中方一个问题让菲律宾的防长当场破防。好，我们来看看是什么状况。President Marcos of Philippines said that regional countries should continue making efforts to conclude a COC, Code of Conduct. However, in recent years, we have witnessed that Philippines send personnel to land on uninhabited island reefs in South China Sea. Now, for ASEAN and defense, of course, we would like to see a code of conduct. However, let me step back. Why is there a need for a code of conduct when we have peremptory norms such as UNCLOS, such as the UN Charter? 好，其实你可以看到有一点针锋相对哦，但是面对提问哦，这个菲律宾的国防部长哦，并没有正面的回应有关自相矛盾的质疑，而是情绪激动大谈南海行为准则。好，发言一度语无伦次，所以最终哦是被主持人打断的。好，刚刚我们给大家看一下现场的画面。好，那目前美国的鹰派也意图要升级伊朗战争哦，川普因素促使 Quad 的热度下降。说考虑到美日印澳啊，尤其是川普下半年的外事哦，也就是外交活动的安排，那今年Quad的领导人的峰会哦，说基本泡汤，那这也预示了这个川普任内的这个Quad的热度可能会持续下降。那也因应中国的军事力量快速崛起，你可以看到加上担忧美国战略注意力遭到中东冲突的分散。印太地区的盟友其实正在加速的是双边还有多边防务的联系，在传统的美国安全伞之外，正在加强彼此的合作。好，所以就说啊，日澳加菲哦正在加速的抱团合作。那路透社的报道则说啊，多位出席新加坡的香格里拉对话论坛的印太国家防务首长就透露说，各国也正在加强彼此的军事合作。那我们大家就好奇啊，那是美国的盟友最坚强的盟友日本啊，他现在也跟韩国在进行一些军需支援的协定。好，你可以看到这方是南韩的国防部长安圭博跟日方的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哦，双方就物品义务相关提供协定展开了讨论。好，这个协定如果成功的签署，其实就会允许两个同为美国盟友的邻国在军事行动当中相互分享，并且采购燃料、粮食还有弹药等军事后勤的物资。那现在日本的态度也被大家关注嘛？你可以看到现在日本有鼓吹新版的印太战略哦，有引发担忧。那就是小泉进次郎因为在香格里拉大会里头鼓吹这个自由开放印太的构想，那主张日本进一步来强化防卫能力，加强跟地区国家安全机制的合作。他也说，日本决心在地区的防务装备跟技术合作当中承担新角色。大家就觉得啊，他这句话感觉有一些弦外之音。那在香格里拉对话里头啊，其实有一些交锋，包含的是中国大陆的代表团孟祥青他就有呛日本说宣扬错误的二战史观，妄图挑战东京审判的定论为侵略历史翻案甚至已经做出实际行动，突破战后和平的体制约束。说一个没有彻底清算军国主义遗毒的国家，有没有资格在国际场合大谈防务合作呢？好，你可以看小泉进次郎在演说当中也驳斥说，这个东京走向新的这个军国主义。他也批评中国在缺乏透明度的背景之下，迅速扩张军力，那也反对以武力或是胁迫单方面改变现状，强调每个国家都必能照到自己的意志来决定未来。好，这一次香格里拉峰会这个火药味蛮重的你看中日还有在这个中非的部分都有一些不同的火花。好，我们还是看回一开始的这个南海的问题。我们先问亮哥。我觉得香格里拉会议中方这次政府代表都没到，是，我估计以后可能都不会来了。他可能就做好自己的香山论坛因为如果你预期未来的国际秩序是中美俄为主那就是在北京、华盛顿跟莫斯科或圣彼得堡举行的国防论坛
才有参加的重要性啊。这个背后是英国啊，英国智库嘛。是啊，那英国、美国出钱，对了，可是就是说在，新加坡办。我觉得这个事哦，这个叫历史的残余了。我觉得中国大陆未来应该就是有关亚洲的部分，就是搞它的香山论坛。那美国、日本要不要来，那你家的事了。可是只有这里，中国大陆的官方才会出现。那像这个都是国防大学的教授啊，虽然有一些级别蛮高的啦，好像是少将吧。少将在大陆级别算很低啊。不过基本上他都只能够说我代表自己发不能言。说很低。那我觉得中国大陆现在给我的感觉啦，他也不认为那个Quad的印度会有兴趣了，我也不认为川普会来了。所以变成怎样？日本你要主导吗？现在日本就碰到这个困难的选择，比如说上次美菲的肩并肩军演，日本就去了嘛。那日本后来给人家感觉日本是想要主导，那中国大陆就针对日本特别做了一些动作嘛，比如说18艘船包围啊等等。那日本就故意到菲律宾那边发射了那个88反舰导弹嘛，那都故意的啦。美国没有哦，美国都是一些老舰艇，走完就走了。因为肩并肩是美国跟菲律宾已经几十年的固定演习，可是我觉得美国也是就是形式化了，过场就好。那现在日本有一点慢慢要扮演更好的角色哦，有野心呐。不然人家会觉得你是玩假的啊。那我觉得中国大陆是这样，他现在比如说菲律宾，他就强调黄岩岛，黄岩岛是中国真的要的利益了，所以他就会对这个问题特别坚持，那都不让你进来。那对澳大利亚，我觉得他给我感觉就是个别处理，那不会说你们凑在一起啊，我来对付你们，我的感觉是这样啦，因为真的凑在一起，背后核心的力量还是美国嘛。那美国给我感觉是川普对亚洲会越来越没有兴趣了，所以我们说那个比较重要的多边的会谈，我看最多就是赫格塞斯来而已了，是，就是这样。好，接下来我们问赖教授怎么看？这次菲律宾的防长真的是表现得很不好了，哈，因为也被批评的比较多，他的语无伦次也被媒体拿来做文章啊，因为大家都看到，他既然支持这个南海行为共同准则，而且还说我现在是轮值国的主席，我们在今年要让他通过。那当被问到说，那你为什么自己不执行啊，不遵守你自己也要推动的这个南海行为准则？可是我们都知道，背底下扯后腿的就是菲律宾，因为本来其他国家都已经谈完了，3读已经进入最后的文本的一个逐字讨论的阶段了。那就是卡在菲律宾，他就是不推，就是不推。那在这个时候，当被问到说你为什么不执行这个南海共同行为准则的时候，你看他为什么会语无伦次？他就说：“哎呀，有联合国宪章了啊，有联合国的海洋法公约了啊，为什么还要南海共同行为准则？”然后前面又说：“哎，我是遵守南海共同行为准则。”人家就是跟他说：“你根本就不遵守啊。”结果他讲不出来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完全自相矛盾，那就被后来主持人都看不下去，就说：“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啊，就很难看，因为他是后来是被打断的，是主持人说你已经这么绕来绕去，绕不出来，自己也乱了，逻辑都乱了，可以啦，就这样子，然后所以才会被成为一个笑话。另外一个笑话就在于他怕被因为答得一塌糊涂嘛，然后结果事后呢，那个媒体要去堵麦的时候，他就跑到那个厨房，对，他从后面的道走，对，然后就钻到厨房进去。人家就觉得说你这个实在是太不像一个国防部部长了，没有这个尊严了。那印度跟美国的关系，这次卢比奥的外交不算成功，即使他很卖力了啊，那个也穿了西装去顶着40几度的大热天去拍照，可是很明显的，因为莫迪的态度就是说 QAD 要办，那你川普要来，可是川普不想去印度啊，那川普的态度就是你来美国，你再来美国。那对莫迪来讲，我上次已经去了，被你羞辱了一番，现在你要我再去，那我怎么
跟我的人民交代？我怎么跟我的选民交代？要不就是你来，可是川普不想去印度，所以我觉得对，所以很明显的啊，他们僵在那个地方。所以川普真的是穿皮鞋的啊，对他僵在那个地方，那也就是美印这一次卢比奥也没有完成。好，那现在的就是小泉进次郎的问题了。小泉进次郎这次已经赤裸裸的讲出他的企图了。他说我要由点到线，由线到面，全面的遏制中国的发展，围堵中国。他提到就是日本要推动拉澳大利亚、纽西兰，还有这个菲律宾，还有亚细安。亚细安就是指的是这个东协的这4个国家啊。然后要从点到线，然后线到面，然后还有含美国在内，就要把中国大陆整个包围。不过我个人认为口气很大，但是问题就在你日本太小了，你做不到。美国不出手，你什么都做不成。好，盛峰委员怎么看？这一次啊，整个的这个香格里拉峰会，我们看得出来会越办会越萧条。还开始呢，香格里拉峰会是为了让美国支撑在整个亚洲的地位啊，是以东协的国家为主体来召开，是，然后慢慢改成了这针对中国来召开。那中国开始的时候还蛮一回事的，派了庞庞大大的这正式的人马呢，浩浩荡荡的出席，最后发现干嘛呢？被围剿，不能干嘛呢？干嘛？搞了大半天，你们是来这里围剿我的，所以呢，在这上。中国在这2年就改变了态度，就以下对上，这派了2个少将级的进阶的，而且是有学者身份。其中那个孟少，他还是央视的常客啊，说别的不行，应对这一些 Q&A 啊，应该是一流的啊。好，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看，还在这里搞了2个小动作。第一个小动作就是一开始的时候进场的地方部署了很大的图片。图片里面部署了什么？部署了解放军呢，在整个的这个亚洲不是中国地区还有南海地区的兵力部署图，就帮助让中国引起抗议啊。到看来抗议之后，当然撤销了，这个其心呢可知。第二个呢，就是在会最后的时候，2个主题演讲，主旨演讲，主旨演讲，这2个人呢，一个就菲律宾，一个就日本。就摆明了，现在亚洲这2个国家要恶心中国的，就这2个人。那刚才菲律宾再来这样讲，我现在要讲日本。日本呢，这个日本的政代啊，真是一代不如一代啊，真的一代不如一代。为什么？因为他被挑战的倒不是中国的挑战，是欧洲一位智库的一个执行长，还蛮有名的。一下想不起来，他这问他的就是说，你上面讲自由亚太讲的这么多，可是赫格塞斯。连提都没提到啊，是你们日本要承担起来吗？他显然没有深思熟虑，就讲 yes。那个 yes 的解释有没有？就是说我要来当老大了。那后面他有没有去做太多的解释啊？所以我这里我敢大胆讲一句话：中日必有冲突。用什么方式冲突？但必有冲突。假如呢这个态度不去变。因为他那个 yes 你看那个对话有没有？yes 回答的太快了，就是说这些政治家，日本的这些一代啊，不如一代，已经几乎没有能力去处理这些事情。最后 quota 我要来最后简单的简单来说，印度是空心大法官，这个澳大利亚平常心讲鞭长莫及，就剩下一个日本在那里跳啊，大家都知道，没有美国，尤其澳大利亚跟这个日本。是玩不起任何的波折。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我们再来关心习近平哦，他最近有特别讲说，发展未来的产业非常重要哦，领导干部要知科技。好，当然是因为现在AI 快速的成长嘛，所以他说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对中国抢占全球科技跟产业制高点有重要的意义。那各级领导干部要加强学习科技知识，提高专业化能力，努力做到知科技、懂产业、善决策。好，那 AI 的需求推升了记忆体的晶片价格急涨哦，所以你可以看到有路媒报道说，部分规格比去年同期的最高是暴涨了将近
1000%哦，就大概10倍啦哈。在供应紧张跟价格上行带动之下，海外的代理商跟系统集成商加速采购，所以中国大陆的记忆体产品出口是明显的升温。但是我们也要看到美国这边的态度因为说川普是不是不打了？不打什么？不是不打战是不打贸易战。因为呢，现在说神秘的贸易委员会出手，这个时间点就落在了川习会谈之后双方呢是成立了由2国官员组成的贸易委员会，以管理部分商品贸易那这项机制标志着美国政府正逐步的退出对中国大陆的全面贸易战，转而采行以管理式贸易来维持双边关系的稳定策略。新框架可能涵盖了各自出口额超过300亿美元的商品，但是目前双方都还没有清楚的定义非敏感商品的一个具体内涵。但是看起来两方在会谈之后确实有一个比较大的进展。那数十万颗的先进晶片说恐怕已经流向了中国。你可以看到美国的商务部试图阻止企业将全球最先进的晶片出口给中国境外的中企子公司，其中包含辉达最先进的 Blackwell 的 GPU 的微架构。尽管美国试图切断中企取得发展关键 AI 能力所需的半导体管道，但是最先进的晶片仍可能透过位于马来西亚等地流入中企。那当然现在这个美国商务部也有一个最新指引就是希望修补出口的管制漏洞。但是像英国的外交大臣最近也要到中国大陆这边来跟王毅见面。那说英国的外交大臣库珀要访中，那此行就是显示了双方关系在今年稍早举行的中英峰会之后，那有进一步的趋于和缓，所以在2号的时候要跟王毅还有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来会面。那中国现在有汽车的产业在摩洛哥设厂，那欧盟对此感到蛮警戒的所以担忧摩洛哥会成为北京输入其高度补贴商品的跳板，会对欧洲的产业造成严重的冲击。所以可以看到欧盟的贸易事务专员说中国企业好像希望向摩洛哥投资数十亿剂的美元，反映了北京试图透过第三国转运出口，把他们国内的工业产能过剩来销往欧洲，那就会成为欧洲经济面临的大问题。那欧盟说要强化对于华的贸易管制那看到了玉渊寒天中国大陆这边的官媒就有说欧盟如果执意来推动产能过剩工具，中方的反制就不是口头警告同时也强调不是中国产业进攻了欧洲，而是欧洲自己陷入了困境。那欧盟也要推一个技术主权的新规，那减少依赖中美科技与晶片所以你可以看到真的有科技晶片就是得天下这个概念现在已经在全球发烧了。那我们还是要关心一下川普本人因为他也是蛮孤单的啦我们看到他庆祝250年的音乐会，结果呢好多的艺人说我不要来演出了，就让川普生气他发文说不需要3流艺人那他又发文说事实是据所有的人而言他才是全世界最受欢迎的明星。他说自己拥有观众人数远超过巅峰时期的猫王啦他说这一切都无需吉他来伴奏所以你看我们制作单位特别放了一张川普扮演猫王的样子我们期待他有这样子的表现。好，那当然德国媒体也特别是有世界报报道，美国计划加速从欧洲军事基地撤出部队从北约撤军时，华盛顿没有给欧洲留出任何的缓冲期。那欧洲盟友的角度来看美国留给他们的时间也非常有限，因此带来了一个巨大风险。那当然就有人想说川普有空管音乐会自诩人气胜猫王，但是却不管欧洲的死活，积极撤军北约。那当然美国不是过去的世界警察吗？现在看起来真的是式微了因为他想要当猫王想往娱乐界发展。好了，不管如何我们看到现在科技真的很重要连习近平都说话了，当然晶片战也正式开打。我们先问亮哥。因为中国大陆的科技政策是15整体规划嘛，所以习近平会很熟啦。川普根本没有这样的决策机制所以他根本就不管，就交给科技部去处理这跟国家的决策体系有关我觉得虽然川普去了大陆可是接下来我们看到中美的科技对决我认为会越来越激烈。是
这个几乎没有灰色地带了啊。比如说我们讲那个辉达的高阶芯片，因为有人就说啊，卖到马来西亚、新加坡啊，然后是不是有人背包客带进去中国大陆了？这过去真的有啊，因为《金融时报》有做过调查啊，跑单帮的啦。那因为辉达的芯片都可以把它弄成一个像行李箱这样的东西带进去啊，你可以赚差价，那钱还不少啊。那现在就是国会要立法把这个堵住嘛，啊，可是可能中国大陆也会有另外一个方法啊，不过中国大陆就到马来西亚设公司，那有点类似实验室、工作室，我就在那边 run 啊，因为我是在，比如说我们讲 DeepSeek， 它可能会有新的模型嘛，我就到马来西亚 run 啊，你这个怎么阻止？是，除非马来西亚跟新加坡都要去阻挡严防中国到对他们那边设公司，那不累死了？所以我跟你讲啊，有很多方法啦，像这种东西，而且双方已经越来越接近了，所以比如说 DeepSeek， 它只要派出高手到马来西亚去用到 Blackwell 的芯片，它很快就会知道差异在哪里。这个现在科技战，我觉得已经无孔不入了啦。而且双方敌对的态势蛮明显的，比如说华为公布那个韬定律，是，摆明了就是我以后跟你不同路了，我要以怎么样变快为主嘛，那你那个变小嘛，他就不要用几何的概念，要用时间的概念啊。那你再看 DeepSeek 就做了一个动作 ，DeepSeek 那个 V4 Pro， 它最近大降价，降到只有原来的1/4的价格。那现在的 token 啊，大概是 ChatGPT 的1/12哦，价格。那干嘛打价格战？因为它事实上跟 ChatGPT 已经非常接近了。我认为它是要抢 AI 代理人的市场。因为今年、明年 AI 代理人会大爆发嘛。对。那大家一定需要算力模型啊。那用 DeepSeek 可以啊，因为它是开源模型，装了就好了。对。所以我觉得这个跟美国都是对着干的啦。那更不要讲航太科技啊，还有 GPS 对北斗。这个坦白讲都没有灰色地带。好，我讲一个，因为最近我在看一些产业的趋势哦，接下来量子可能也是美中之间一个竞争，那个都没有灰色地带的。对。好，赖教授怎么看？我顺着这个郑亮讲的再谈一下。其实因为我们都知道 AI 目前都在投资，在烧钱，钱烧得非常的快。那你怎么回收？回收就是代理人开始要去跟你订单嘛，他要卖了。那也就是说你订付要付钱，你要不要订还是不订？它有机关、学校，还有个人的，全部都要铺出来。那现在的情况是，我如果用价格取胜呢，而且我是更开源，我更方便，更短小。那这样的话，你对于很多中小企业，或对于很多个别的研究室，或者对于很多发展中的国家，它的这个大学的经费没那么多，那他当然就定你的嘛。当他定你的，他不用你这个美国的话，那美国的市场没有的时候。他到时候资金烧完了，钱还没收回来，股票就往下跌了。那股票往下跌，它撑不住，它就倒闭了嘛。所以未来我们的估计全世界 AI 搞不好只剩下5家左右，现在大概2000多家，所以未来可能5家。5家中，如果美国能够存活几家，这个就是决战了。如果美国1家都活不下去的话，那就彻底输了。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国力的一个总对决，这个总对决的时代已经来临了。那未来的晶片也是一样，因为倒光了以后，谁还要晶片？所以我觉得这部分里面，大家要想清楚，你买半导体在投资的时候，你要看炒短线可以，不要放长线了，因为很危险。另外一个部分里面，那当然，习近平的这篇演讲其实是在于1月份的讲出来的。那现在公布的原因就是15计划都定了，那就是要动员了，开始进行政治总动员。所以等于是你各个省市部门的所有的负责人要全力推动科技的攻关了。那换言之，也就是说，这5年内中国要成为世界1.1的科技强国，这不只是大国，是要成为强国，而且要超过美国，比美国还要强。那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势不可挡的一个趋势中，你要合作还是要挡？
自己要做决定。欧洲现在很明显的是采用的是党的路了嘛。欧洲我觉得这一招这一起一步就步坏了。为什么？现在就看你德国的脑袋还聪不聪明。德国的经济部部长他从中国大陆访问完回去以后，如果他脑袋聪明，德国要反对欧盟现在的保护主义，因为事实上保护主义你走不通。为什么？因为中国大陆可以从你除非你对于全世界都采用保护主义，你只要有几个国家是漏洞。例如说，你为什么摩洛哥他会紧张？因为他对摩洛哥是开放。为什么摩洛哥他会开放？法国在主张跟摩洛哥开放嘛，西班牙也主张跟摩洛哥开放，那我就从摩洛哥下手嘛。那也就是说，你总是有一些开放的地方，我就从哪个地方下手。我觉得你保护主义保护不了，输了就走保护主义，赢的时候就是走贸易自由化，不要当一个这种很丢脸的人。孙峰委员怎么看？是这样子，这个我们从更宏观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大家觉得这3句话是新鲜，一点都不新鲜。是过去呢，像深圳就严格的执行这个呢，知科技啊，懂产业，善决策。它从以前的 IT 到互联网，到现在的 AI， 它只要一个新的时代要即将来临的时候，它整个的深进的公务人员体系啊，对，从基层到领导层都要受过一定程序的这一方面的一个教育跟课程，他们非常的落实。地方如此，高层也是如此。再来呢，中央政治局可以讲中共今天最重要的权力决策机构，中央政治局它就是有专家专业的讲堂。我了解一下马云啊、马化腾这些曾经操纵一时的在互联网时代的这些大佬大咖，都曾经去对这些政治局常委来上过课。那我们看看这几个竞争的国家里面，哪些官员有这种空啊？那对吧？我们握手都来不及的，哪来的这种空？对吧？这个从基层的第一线的那个村里的组织，一直到了市委最高的一个组织，所有的层级人呢，都必须要去进行知科技、懂产业、善决策的课程。难怪呢，深圳它一直在整个的中国大陆做了一个领头羊的工作。同样的道理，当他的政治局委员也经常的需要接受这样的课程，那你也可以，他这个国家能今天当的领头羊，这个辉一日所成是日积月累的成就。那第二个呢，我们可能还是要从一个世界地缘正在改变的角度来看整个的世界了。那这个的改变最重要是中美2个国家。中美2个国家大家知道，从大方向来讲，就是所谓的建设稳定发展策略关系嘛，这个2边都已经共同承认，所以也就有了有名的这个呢，竞争有度分歧可控这个和平可期。为什么？因为要合作为主。好，当这2个基础的大国做下了这样子的一个基本框架的时候再怎么竞争，竞争是有度再怎么分歧是可管控所以这2个大国展开的时候，大家也开始在选边。所以新的这不叫冷战